大家晚上好，今天咱们简单聊一聊红海的最新局势。那最重要的，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查询到这类信息的。咱们先看一下最新的新闻吧。在2月18号，一艘在红海南部航行的英国货轮遭到导弹袭击，这个导弹在船的附近爆炸了，造成了船体受损。那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轮上的船员已经弃船了，没有人员伤亡。目前这艘船只它停泊在红海的某处。在2月19号的中午时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向一艘谷物运输船发射了2枚反舰弹道导弹，造成了轻微损伤，也是没有人员伤亡。那目前该轮继续航行，运输粮食。这个就是最近的2次袭击。那么从1月12号以来，英国和美国连续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之后，英美的货轮接连就在亚丁湾遇袭。已经持续好几个月的红海危机也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那这个就对于咱们船员在海上的工作周期、工资浮动，以及咱们货主所承担的运费、风险等等各方面都在产生持续性的影响。那这些也跟大家以前也聊过，我平时也跟身边的朋友也是经常聊起来这个红海航线最新情况，比如说哪一家船公司最近又有多少船只要绕行了，苏伊士运河又有什么大新闻了。于是乎就有人老问我说，李船长，你这些消息从哪里来的呀？是不是你们航海从业者都有专门查询这些信息的渠道呢？其实各大航运类的新闻媒体他们肯定是紧跟时事，大家从很多网站上也都能看到相关的报道，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些资讯呢都是重复转发，而且呢什么角度分析的都有，看起来就是杂乱无章。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渠道专门查询这些信息的平台呢？有，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平时经常用的、爱用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就是传世宝。那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最近咱们有一期视频，就是利辛沙大桥那一期，我使用的就是传世宝。当时很多朋友都在询问我，都在问我说，李船长你用的什么软件啊？我也想用。那问的人多了，咱们今天就花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这里边整合了大量的有关船舶、港口、气象、新闻等等这些大数据，而这些数据就可以帮助我们对整个航运业做一个深一步的了解。大家想查询什么讯息资料都是很容易找得到的。尤其是红海危机以来，这个平台它又推出了富航红海这个专区，很有意思的。它是中远海科技自主研发的，确实也是值得推荐。点关注不迷路，有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那咱们就来看看这款最新的软件传世宝 MyVessel 这个网站。大家看这个屏幕左上方的这个网址，它就是传世宝的电脑端的入口，当然也有手机版的了，操作是一样的。我们打开网页就出现这个首页，但我这个已经是在登录状态了。如果您是第一次来，那么就注册登录一下就行了，输一下手机号码验证就可以了。等下我再给大家演示如何登录吧。那尤其是针对海外的朋友们，其实也很简单的。然后咱们就看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应用这个应用点开之后，这边有个富航红海，你点进去就可以，当然你在这里搜也可以点进去就进入到这个大数据的看板了。那左边的这个区域，那就是目前能够通过 ARS 系统，就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能够找得到的所有的航线中涉及到红海航线的船舶比如说集装箱船，那点选之后我们就看到目前是466艘船我们如果说点邮轮液体散货这个，那就是749艘。回到集装箱，那我们随便点一条船，比如说这个第2艘这条船，我们查看船舶，那这边它就出现这条船的基本资料，这条船目前的船位。那左边的这个窗口实际上它的功能也很多了，比如说轨迹、历史、事件等等。那这里呢也说明一下，大家看到的这些就是这条船目前的位置和最近的这个运动轨迹。那它的航线呢就涉及到红海航线，不一定你点开的时候它就正好就在过红海，也就是说它不是在通过红海，就是在去往红海的路上。好，回到这边，那我们在这个右上角呢，这边有个导出你可以把这条船的数据给它导出。
那这边可以筛选船公司船的类型、航线是否绕行、航行的状态等等，这些都可以你根据个人的需求来做筛选。那右边这一块实际上它是把左边的这些所有船只当前的位置就显示在这个海图上，这个绿颜色的就是不绕行的、过红海的，这些黄颜色的就是绕行的。那么我们很直观的就看到绕行的居多，黄颜色的多嘛。下边这块区域呢，就是全球主流的航运公司过去1年绕行船只的数量统计图。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给它缩小日、周、年、月、季这些都可以做调整，就说可以把范围缩小。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全球集装箱船，尤其是2024年第3周就达到了一个绕行数量的巅峰。那其中马士基和地中海是最多的，它明显是大于其他船东。当然你可以做筛选，选择一家船公司，那它同样也有统计的数据。那这个呢，就是富航红海关于平台监测这部分的主要功能，这个信息量很大的大家看到。那么左上角菜单里边的第2个界面就是运河新闻，点一下进去看。这边呢都是有关运河管理局发布的一些新闻，如果你英语好的话呢，直接就可以观看了。如果说英语不好，我们可以借助一些翻译软件来读取中文版的。这是运河新闻。当然还有港口的油价，这边还有最新的政策等等，这些功能呢大家自己去探索一下，功能确实是非常强大的。那我们返回首页，这个首页我们看到它的应用的里边这个功能非常多，像富航红海这些船期的查询、港口的天气预报等等非常多。那这边呢我们可以查船舶、港口、航线一些大数据，比如说航线吧，你点进来，比如说我们搜索上海到洛杉矶，下面有洛杉矶上海到洛杉矶，那么用它的功能智能航线搜索一下，那它马上就会出来上海到洛杉矶它推荐的这个智能航线。像这种功能非常多，大家可以利用这些功能查询到你想查询的数据。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登录的窗口比如说我现在退出登录，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登录窗口，大家可以用微信直接扫描它就可以。如果我们输入手机号也可以，那这边的手机号码呢，它有4个选项，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呢输入手机号，只要你的手机能够接受到它的验证码就可以。如果你是海外的朋友，你没有针对的手机号码怎么办呢？这边左边这边有一个扫码入群的一个咨询，如果你有微信的话，你扫码就可以了，进这个群它就会帮你登录，非常简单，所以呢对海外的用户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好吧，关于这个航海实用软件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下期再见。